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辽宁沈阳。来到这一座城市呢，有一个地方是必打卡的，就是沈阳故宫，要不然会被说成你没有来过沈阳。想要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呢，这一座故宫也是必来的。说到故宫，大家可能会想到北京故宫，不过非常可惜的就是，北京和北京故宫我都没有去过，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去看一看的。故宫的话是庞大巨大的宫殿建筑群，是皇帝在里面生活。那么沈阳故宫相比北京故宫的话，肯定会小一点。在大概400年前，皇太极就是在这里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清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呢是清朝的一个发祥地一样的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沈阳故宫这里面看一看皇帝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样子，特别是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的多尔衮、孝庄、皇太极以及海兰珠，当年呢在这里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。现在就准备进去了，要买票进去啊。沈阳故宫就在前面，感觉前来参观的游客还是比较多的。沈阳故宫呢，大概是建于公元1625年，当时努尔哈赤基本上占领了东北，他为了局势的需要，为了统治的需要，就把都城定在了辽宁沈阳。其实，在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之前，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，东北最大的城市都称不上沈阳。那从努尔哈赤定都沈阳开始，那个时候是叫盛京嘛，沈阳呢基本上就成为了东北的统治中心。后面清朝的很多皇帝他东巡都会来沈阳，并且呢是居住在这里。你像乾隆就来过这里很多次了，康熙也是一样的。特别是这个故宫呢，在乾隆时期还进行了扩建。在故宫前面有一条街，现在能够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拍写真，这个就跟我们去其他一些古镇一样，拍当地有特色的服装。在这里呢，基本上去拍满族的那种服装，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的。你如果去南京或者是西安，那基本拍的就是汉服。这里很多人拍的都是那种贵妃服，普通的那种满族服装还是少数。拍皇后的那种写真是比较少的。在故宫前面呢，还有牌坊。这一座牌坊呢是比较特殊，它是整个沈阳故宫建筑群里面唯一知道确切落成年代的1637年，其他的建筑我们只知道大概，没有确切的。沈阳故宫，从航拍的画面看，这个故宫确实气势比较雄伟呀。这么庞大的宫殿群，大家应该很少见过，最多呢可能就是在影视剧中见过。我也是第一次来到现场，看到这么宏伟的宫殿建筑群。故宫这个名字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在我们国家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故宫的有5个地方。最早的就是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之后，他就在南京和他的老家修建宫殿，称之为凤阳故宫以及南京故宫。特别是南京故宫，去年我去看过了。这2座故宫呢，由于历史时间的关系，都已经损毁了。南京的话只剩下遗址。当时南京故宫呢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。第3座故宫呢，就是北京故宫，当时朱棣修建的。第4座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看的沈阳故宫。还有一座呢，就是台北故宫。只不过台北故宫修建的历史时间比较晚，离我们现在比较近。从而说，沈阳故宫和北京故宫是中国仅存的2大皇家宫殿建筑群，也是中国关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筑群。这一座宫殿建筑群总的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，不是太大是北京故宫的1/12。如果按照面积来算的话，可能还比不上山西的一些晋商大院。不过呢，它的身份不一样，它是属于皇家宫殿嘛。这一座沈阳故宫也算是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宫殿。北京故宫和南京故宫呢，修建可能最多就是几十年，而沈阳故宫呢，整体修建是达到了158年。主要是由于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之后，开始修建了一部分，后面皇太极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，乃至后面变成皇帝之后，又把这个故宫扩建了。在当时肯定不叫故宫了，
到了清朝迁都北京之后，这一座宫殿呢作为陪都，后面呢人们就把这里称之为沈阳故宫。毕竟北京故宫是清朝的皇帝居住嘛，那留下来了就变成了行宫，因为清朝的很多皇帝他会来东巡，会来祭祖嘛。毕竟努尔哈赤、皇太极都安葬在沈阳。你像到了乾隆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宫殿有点小了，继续在这里修建了一部分。那整体算起来就修建了158年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呢，大概是有100余座，房间呢500多。这就是沈阳故宫的导览图。现在呢，我们在这一块，它这一块呢是分为3部分：东路、中路和西路。东路是最早努尔哈赤迁都沈阳，也就是盛京那个时期开始修建的。大正殿应该就是当时后金他们商量事情的地方，包括据说皇太极和顺治呢都是在这一块确定那个继承人的位置的。那中路呢是皇太极当时建立的，就跟我们平时看的皇宫一样的，这一块是他的后宫，这个肯定是皇后居住的了。大家猜一猜孝庄是住在哪里？这一块啊，等一下我们去看。西边呢是乾隆当时建立的加盖的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看一下了，它这边的门票是50块钱，周一闭馆，大家来的话一定要注意时间。这里就是沈阳故宫的大门，也称之为大清门。门呢，在封建社会是古代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同时呢，也是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。这一座大门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出，明显的可以看到这里是有3个出入口的。中间呢就是皇帝进出的，当时皇太极包括顺治他们就是从这里进出的。两边呢就是文武大臣，文武大臣来这里基本是上朝，以及呢向皇帝汇报一些重要的事情，才能进出宫殿，并且呢这种宫殿在晚上的话一定会关门，一般是称之为宫禁。这座门呢是固定时间开，固定时间关，假如关了的话，只有皇帝特许可能才能打开。为什么叫大清门呢？这里有2个说法。第一呢，就是皇太极登基为帝之后，他的国号是清，那么作为皇宫的大门，就用大清门来说了。还有一种说法是，这座宫门在建成之后并没有名称，只是叫做大门。后面皇太极知道北京有一个午门叫做大明门，为了针锋相对，他就把这座门命名为大清门。这一座门比较有特点呢，就是旁边的这些雕刻，琉璃雕刻，有龙有凤，特别是这个龙啊，张开嘴巴，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。还有一些瑞兽等等。已经从大清门走进来了，这里的游客是真多啊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属于中路，皇太极那个时期修建的。参观的顺序呢，我们先去东路，也就是沈阳故宫最早建设的那一部分，然后回到中路，最后呢就是西路，大概是按照这个流程走的。我走了这么多地方，这个沈阳故宫应该是迄今为止来游玩现场游客最多的。刚刚问了一下旁边的工作人员，他说这还不是人最多的地方，在5·1的时候，这里面是人山人海，走得不好走。现在呢，人还相对少一点。确实啊，我去年看过一个视频，故宫的话，外面排队都排得很长了。今天我进来的时候，起码没有等。现在我们就是来到了东路这一块，在公元1625年，努尔哈赤的他迁都沈阳，也就是盛京，就开始大规模的建造宫殿。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广场，对不对？那当时这一块主要是他们办公议事的地方。最远处的那一座大殿是叫做大正殿，是努尔哈赤和他那些手下的4大贝勒
各个旗主在里面共商大事的地方，比方说要去哪里打仗，或者是这个后金怎么治理，它都是在那一块议事的。而两边的这些房屋呢，是叫做狮王庭。在当时努尔哈赤不是建立了一个八旗制度嘛，那么那些旗主呢，就可能是在这一块办公。那努尔哈赤呢是在那个上面，大概就是这一块的布局。我们来到这里的建筑，看得出来呀，它并不是我们完全的那种中原文化的那个色彩，特别是远处那一座大殿呢，感觉有点像蒙古包形式的吧。那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像是满族自己的那种建筑特色，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入主中原，中原的文化还没有完全吸收。特别是努尔哈赤的时候，对中原文化呢，还是说有一点点排斥。是到了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后，他开始呢就大力吸收中原文化，吸引中原人才。因为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，皇太极他深深的知道，如果只靠他们满族后金里面的人才是不可能与明朝一争天下的，或者是说进取中原，必须呢把中原一些人才引进过来。最有名的是我们看影视剧中那个范文成嘛，后面那个洪承畴都是投降了皇太极，那从而呢使他的实力啊就进一步的强大。说的通俗一点嘛，你少数民族的那个政权要入主中原，就一定要吸收中原的文化，就是我们最简单说的同化，要不然的话，你不可能能够坐稳江山。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明显的，前方那栋建筑呢，就是这一块最重要的建筑大正殿。从远处看的话，像一座亭子啊，它俗称叫八角殿，平面呢也就是一个八角形嘛。它既是整个沈阳故宫最先完成的建筑，也是装饰艺术和使用制度方面最具有特色之一。我们站在远处看的话，能够看到顶部呢有一栋建筑，其实呢它是一个五彩琉璃宝顶，由宝瓶、香轮、火焰宝珠等几个主要部分组成，上面呢还有云龙，色彩斑斓，美丽吉祥，特别好看呐。它是吸收了佛塔塔刹的艺术特色而精心设计的。这个屋顶用的也是黄色琉璃瓦了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在大殿外面内外两圈一共是32根红柱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南边柱子上面的2条金龙，中间还有一颗宝珠。这2条金龙盘在柱子上面，张开嘴巴探爪，仿佛呢就像是他们在争夺这一颗火焰宝珠，真的是栩栩如生啊，具有极强的装饰效果。这2只金龙不知道是原版的，还是说后面有个更换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看起来挺生动的。这就是大殿的内部了，也是有8面，大概意思就是象征着他们江山稳固。当时建造的时候是大金国嘛，4平8稳。那么努尔哈赤就坐在那个龙椅上面。当然努尔哈赤坐过，皇太极坐过，顺治皇帝也坐过。皇太极去世之后，福临呢就是在这里继承了帝位，从而说这一座大殿呢见证了后金清朝初期的重大事件。皇太极也是在这里继承汗位的，不过皇太极登基为帝不是在这个地方啊，是在旁边的建筑里面。看完了东路，现在来到了中路，这一块呢就是皇太极那个时期修建的。整个沈阳故宫里面的大部分建筑主要就是中路这一块，这一边呢算是我们看到的真正有点像宫殿的，像东边和西边基本上都是一些简易的建造。中间这个建筑群建造的时机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当时东边有大正殿以及那个狮王庭，主要是用来处理事情、处理政务的。当时居住的地方在其他地方，后金呢还没有自己的宫殿群，毕竟呢他们当时经常是迁都。后面皇太极继承了他父亲的位置之后，他每天要来这里办公，觉得有点远，于是呢就继续修建宫殿。特别是他当上皇帝之后，那么这个宫殿就必须更要有了，就是皇宫。那么就经过持续的时间建造10多年，
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座宫殿群。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叫做崇政殿，最早的时候就是叫大殿，后面是皇太极登基为帝之后就改成崇政殿了，也是我们俗称的金銮殿。这个相之对应的应该算是北京的太和殿，当然它们大小是不一样的，差太多了。整体来讲，这个建筑不是很气派，这是为什么呢？由于当时后金它实力没有那么强大，经济没有那么强大，根本没有能力修建非常庞大的宫殿群，这是一点。另外一点呢，他们修建宫殿没有参考北京故宫，大家都知道是很雄伟、很壮观。那么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资料？他们可能也没有见过北京的故宫，没有参考性嘛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当时后金甚至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，他们和明朝呢一直是战争状态，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修建庞大的宫殿群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说的，它各项制度、各项东西以及各项技术都没有达到明朝那种状态，不可能修建一个非常豪华的这种宫殿群。我们来到整个沈阳故宫里面，整体看起来它的建筑是比较雄伟，毕竟呢是皇家的嘛。但是你如果看它的雕刻，真的是很一般，甚至看它的雕刻都不多。我在这个景区里面跟一些人聊天，他们都在说基本没什么雕刻，包括工作人员说雕刻很少。在这里导游呢跟大家介绍的普遍都是这座宫殿的历史，这里发生了什么故事，雕刻很少。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个北京故宫，甚至说去到山西的晋商大院，那些精美的石雕、木雕、砖雕都有。在这里呢，我听到一个最好玩的故事，就是有几个老人，他们都在说，这个宫殿感觉还没有我在山西看到的一些大院精美。这个是不是挺有意思的？现在去金銮殿的内部看一看，经常在影视剧中看到金銮殿，那么现实当中这是第一次见呢。看一看皇帝上朝的地方是什么样的。这就是金銮殿内部的情况。公元1636年，皇太极就是在这里发布诏书，将国号改为清的，也就是说，皇太极是在这里登基为帝。大家看到这里面的情况是不是非常熟悉？经常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这种场面。那么这个里面的摆设呢，是在乾隆时期他东巡，把这个大殿里面的摆设按照北京故宫里面的乾清宫来弄的，所以说是非常相像的，只不过呢是小了一点。我有一点感觉奇怪，就是当时皇太极如果是在这里上朝的话，那些大臣站在哪里？因为那个宝座离门其实挺近的，上面这个正大光明是属于顺治皇帝亲自写的，你像大臣上朝不可能站在两侧吧，所以我感觉是有点奇怪。北京的可能大一点，而这里的话就很小，估计站不了多少人。刚刚我们说内部的陈设是乾隆按照北京乾清宫来摆设的，那在之前很多皇帝也来过，皇太极、顺治就不用说了，后面的康熙、乾隆、嘉庆、道光，他们都以皇帝的身份来过这里。那么大家会说雍正有没有来过呢？雍正是以皇子的身份来过，当上皇帝他就没有来了。道光之后的皇帝为什么又没有来呢？在那个时期，清朝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，从咸丰开始有那个太平天国运动，还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，他就没有精力。那后面的同治皇帝光绪就更不可能来了。最中间那个是皇帝的宝座，据说呢上面雕刻了8条金龙，算上坐在宝座上的真龙天子，正好呢是中国古代最大的阳数9条龙。后面呢还是金字屏风，反正这些地方的话，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以黄金为主。不过那个宝座离得太远的话，我们可能看不太清楚。不过呢，会在一些景区啊可以看到。那其实皇帝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并不舒服啊。我们以前也解释过，皇上坐在那个上面呢，其实是很难受的。金銮殿我们就看完了，继续往后面走。经常我们说前朝后景，这个主要是遵循宫殿的原则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，
我们刚刚看的是属于上朝的地方，然后在远处呢就是后宫，皇帝、皇后、妃子就居住在后面。过了这个大楼这就是典型的前朝后景的布局。这种都是对侧的，我们仔细看看，前方是这个进銮殿，然后往左边转一下就是去后宫的路，等于是皇帝在后宫休息好了，早上就从这一块进入进銮殿去上朝去处理事情，基本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北京故宫的话，那个大殿还更多。这栋建筑挺有特点的，它是叫凤凰楼，也是后宫和前朝的一个分界线，同时呢，也是皇帝策划军政大事、休息小憩和宴请之所。这座楼呢，在当时肯定是沈阳最高的建筑，直到上个世纪20-30年代，这一座楼呢都算是沈阳最高建筑了。本来我们是从这里进入后宫的，但是现在在维修，过不去，我们得从其他地方绕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故宫里面的后宫，当年皇太极的皇后和妃子都是居住在这一块。这里感觉是不是像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四合院一样的？以前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，皇帝的后宫是非常庞大的，建筑群也非常多，主要是根据北京故宫来看的。而这里大家发现没有，他皇后的宫殿和妃子的宫殿都是在一起，就像组成了一个四合院，整体的话还是比较小的。在影视剧中演后金包括皇太极的时候，可能很多人看影视剧的话会发现皇后去妃子宫殿要很久，其实呢在这里就是隔壁。这主要是由于沈阳故宫本身也不是太大，那么它的后宫肯定呢也不会显得特别突出。先来看看皇后居住的，也是俗称的中宫。这栋建筑在这里肯定显得是比较大的，皇后日常就生活在这里，皇太极呢也经常在这里，特别是皇太极就是去世在这一座宫殿里面。它这座大殿有个特点，就是门是在侧边，不像我们正常说大门是在中间，这个是满族的特色。我们往里面走，皇太极的皇后呢是哲哲，是蒙古人，15岁嫁给皇太极，生了3个女儿。她嫁给了皇太极，她的2个子女也嫁给了皇太极，就是海兰珠和孝庄。我们往前走，这一块呢就是大殿的西面。在满族，它是以西为尊的，一般就会放置牌位，或者呢他在这里礼佛。这个皇后呢后面也是跟随孝庄、顺治一起去了北京，因为清朝入关了嘛。她是在顺治7年去世的，葬在沈阳。这边都是炕，在东北基本上都是炕的，跟我们现在有点不一样。那么当时哲哲可能就会坐在这里，等那些妃子啊过来给他请安。你看这里都有展示，皇帝和皇后是坐着，那些妃子过来肯定等级不够嘛。像这一块应该是他们午休或者小憩的地方，就半躺在这里。在这里还有2口大铁锅，我估计当时原本就有的。东北冬天比较寒冷，基本上都是睡在炕上，皇宫也不例外，那么必须就要烧炕了。包括东北现在很多农村还是烧炕的。这里有一幅皇太极的画像，不知道是不是皇太极真的就是长这样的。不过在历史上记载，皇太极确实可能是偏胖一点点，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皇太极长这个样子了。这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房间的隔壁，这里呢是叫暖阁，当时皇后和皇太极就是住在这个里面。里面一点点呢就是卧室，那么这边呢是一个炕，相当于是休息的地方。在公元1643年8月初9，皇太极就是坐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炕上，无疾而终，享年52岁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皇太极可能就是坐在这里或者躺在这里就去世了，就没有留下任何遗言。去世之前呢也没有任何征兆，可能是在这里休息就去世了。关于皇太极为什么突然去世，有几种说法，应该是说他比较胖，有高血压，可能当时呢就突发脑溢血去世了，基本大家猜想都是这样的。
由于皇太极生前没有安排好继承人，他的突然去世差点导致清朝当时他们发生内乱，还好呢是后面他们相互妥协，确定了福临继承帝位，这就是顺治。看完了皇后的宫殿，我们去看一下皇太极最宠爱的妃子海兰珠的居住场所。看过影视剧的都知道，海兰珠呢是非常受皇太极的喜欢。海兰珠是孝庄的妹妹，也是属于皇后的子女。这就是海兰珠的画像，看起来是不是挺华贵的？她是26岁嫁给了皇太极，皇太极自从第一次见到她之后就非常倾心，后面娶过来基本上是独宠一人呢，并且呢把她封为贵妃，应该是后宫的2号人物。特别是海兰珠生下儿子之后，皇太极非常高兴，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，包括那些蒙古的那些王爷来庆祝。在当时差不多就是要把他的儿子立为太子，只不过呢夭折了。海兰珠当时非常伤心，后面呢没多久去世了。他一去世，皇太极深受打击，也非常伤心。有一种说法是皇太极无疾而终，也是海兰珠去世之后经常伤心导致的，有一点点这个原因，这个就不知道真假了。这一块呢就是卧室了，在远处还能看到一个吊篮，这是东北的一大怪，3大怪之一嘛，估计当时海兰珠的儿子也躺在里面。整体来讲，宫殿内部的布局都差不多。现在我们去看一看孝庄的那个宫殿，它在这一块呢是叫做庄妃，他的宫殿是在那个最角落，从这里呢也可以证明他当时应该是不受宠的。他的宫殿不光是在最角落，也是最小的。他能够封妃，估计呢也是因为他给皇太极生儿育女。宫殿的名字呢叫做永福宫。这就是孝庄的画像，也是我们说的大玉儿。不知道这个画像跟历史当中的是不是相像啊？大玉儿好像很年轻就嫁给了皇太极，不知道是13岁还是16岁，反正在很多资料记载，大玉儿呢一开始是跟多尔衮情投意合。走到这个里面，明显感觉它内部空间比皇后以及刚刚看到的海兰珠宫殿小了很多，可能就是由于她那个当时不受宠吧。她一开始嫁给皇太极的时候，应该说算是一桩政治联姻，可能皇太极一开始呢比较喜欢她。不过呢，在当时他只生下了3个女儿，慢慢的就被边缘化了，就不受宠了。从而在皇太极登基为帝的时候，他的宫殿是离皇后的最远，不受宠嘛。后来是由于他生了一个儿子福临，地位相对来说有所提高。他命运的转折点应该算是皇太极的突然去世，当时呢没有确定继承人。在清朝内部比较有实力的就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以及呢多尔衮，那么他们呢都想登上帝位。在当时，像两黄旗的鳌拜以及索尼明确说了，必须要由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，要不然他们坚决不答应。那么多尔衮呢，他如果说他不想清朝发生内乱，他就必须是放弃皇帝的位置。最终的结果是他们相互妥协，由皇太极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，多尔衮呢作为摄政王，庄妃呢就变成了太后。从这个时候，孝庄可以称得上是正式的走上了前台，开始发挥他的政治才能。他算是培养了顺治，后面又培养了康熙，也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或者是说利用他和多尔衮的感情，使得顺治的皇位做得非常稳固。这后宫我们主要就是看这3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宫殿，其他的妃子我们也不太熟悉，因为这3个人呢在历史上都留下了非常多的故事，特别很多影视剧中也演绎了。后宫看完了，就来到了御花园。不过这一边的御花园非常小，没有什么特别的看头，我们就不看了，直接去西路，也就是乾隆当时扩建的一些建筑。西路建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主要是乾隆当时用来存书的《四库全书》，
有一部分是放在西路这一边，我们就不过去了，因为现在肯定也不是原版的。到这里，整个故宫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真的算是大开眼界啊！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壮观？在清朝那个时期，这里呢是绝对的皇家禁地，外面的人是绝对没法进去参观的，可能连靠近故宫的机会都没有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却能够实际的去皇帝上朝的以及皇帝居住的，甚至说后宫都能够看到，这个是不是挺好玩、挺有意思的？沈阳故宫我们看了，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去看一看北京故宫。这里相比北京故宫的话，肯定还是有点差别的。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